越南经济的冰火两重天。作为新兴经济体的越南，在开放外资对越南经济的投资比例无上限后，外资迅速涌入越南，出口数据的大幅增长，带动其股市、楼市、汇率的大幅上涨，属于越南的经济泡沫瞬间被吹起。今年上半年，中国因疫情影响，导致制造业出口数据环比表现偶然不及预期，而越南在年初时改变了防疫政策，选择开放，这吸引了大批外资流入，导致越南上半年进出口数据十分亮眼。市场突然鼓吹起越南替代中国制造业的言论，但这一荒诞的说法在美联储开始加息后，下半年越南经济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泡沫急剧的被戳破，市场再也无人鼓吹越南的说法，也向市场验证极度依赖外资的越南经济存在随时被割的风险。被外资做主导、隐藏系统性风险的越南经济，今年前3季度越南 GDP 增速达 8.83%， 第3季度 GDP 同比增长 13.67%， 越南官方预计今年增长可超 8% 的预期目标，这与越南在年初选择疫情放开及取消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有极大的关系。大量外资的迅速涌入，越南进出口受益于此，并在外资的热钱的流入下，越南楼市和股市都产生巨大的泡沫，尤其是楼市在越南被寄予厚望，这跟越南走社会主义道路有极大的关系。市场盛传的说法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而越南摸着中国的石头过河。今年上半年传出李嘉诚与越南女首富张美兰及日本财团将在越南打造高端房地产的消息，这让市场资金对越南楼市的期待推高到新的顶点。今年上半年胡志明市的房价涨幅超 20%， 越南首都河内的住宅价格平均上涨了 20%到 25%， 甚至一段时间均价超4万元人民币1平米。市场资金都把越南比作90年代的中国，幻想着现在买越南的房子，甚至等同于90年代在中国买房一样，期望越南房市以后能出现大额的涨幅。但越南的经济结构就已决定越南无这样的基础，存在随时被外资收割的风险。越南的经济主要来源于制造业，而外资在制造业中的比例占据了极大部分。拿越南最大的外资投资者三星举例，三星在越南的年产值超600亿美元，约占越南 GDP 总值的 20% 以上，一家企业接近占国家 GDP 总值的20%，是很可怕的事情。而制造业中大部分利润都掌握在外资手中，越南本土企业真正赚不到什么钱。一旦金融市场表现不稳，存在外资大幅撤资越南的可能性。自今年4月开始已出现这样的情况，4月正式进入美联储加息周期后，吸引美元回流，外资开始大幅撤资越南，导致楼市、股市、汇率接连出现大跌。对于越南这种外需经济体来说，若美元强势是重大利空，但若外需需求急剧下滑，会处在更难的处境。今年9月，因欧洲能源危机引发起欧洲地区高通胀，欧洲对越南商品的需求减退，导致越南进出口数据出现逐月下滑，这更加深越南股市对汇率的跌势。越南上半年与下半年是两个极端，上半年订单多的做不过来，花高价都很难招到一个熟练的工人，而下半年却面临着无订单可做，工厂出现大幅裁员、提前放假的局面。越南9月出口额为 298.2 亿美元，环比下滑 14.6%， 而10月越南出口额为 304.7 亿美元，环比增长 2.2%， 此前维持的高增长已退去。据越南媒体报道，9月至11月份，越南订单短缺对越南28个省市的63万多名工人造成了巨大影响。为国际多家知名品牌代工的三湖股份，在11月初将1400多名工人停工，占职工总数的 30%。由于10月初起遭遇多个品牌的砍单，导致3000多名工人无工可做。该工厂表示，上半年投入了大量资金招聘了1500名工人，但下半年需求减退，订单缺口太大，找不到新的订单来填平缺口，不得不裁掉上半年招来的员工。越南胡志明市的服装会长表示，从业30多年来，
从未在越南见过有如此大规模的裁员。现在的情况反而比疫情时期还要困难。越南将复刻1991年的日本及1997年的泰国。在越南9月进出口陷入环比下降后，这让外资鼓吹起的越南股市和楼市都陷入不断的下跌当中。越南对美元出现迅速贬值，越南央行为应对汇率贬值的压力，越南央行加息200 bp， 利率上升到 6%， 外汇储备从1100亿美元降至800亿美元。越南央行并抛售了持有 20% 的美国国债，持有的美债不足400亿美元。为保证越南不被做空，越南已做出很多举措，但仍止不住外资的流出。在央行的大力加息下，股市下跌超 30%， 楼市也衍生出系统性风险。房价如此之高，仍有部分炒房客维持房价继续飙升的念想，不断去贷款买房。与此同时，越南房企开发商找银行贷款该楼，若借不到钱就发行债券该楼。在今年10月，最大泡沫的房市开始接连爆雷。上文提到与李嘉诚合作的越南女首富张美兰因非法发行债券被捕，传闻称她与越南第5大西贡商业银行有关联，引起了银行挤兑，最后央行出现才将挤兑风波平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越南本地人来说，大部分越南人已习惯住越南传统的房子，并不习惯住商业房子。说不习惯，也是因为经济实力未提升到与目前高房价匹配的高度。拿胡志明市举例，平均房价一度超过4万人民币1平米，而大多数越南人的单月平均工资不到3000人民币。将房价炒起的外资已经撤离，若外资坚持大量撤资，这会让越南房市陷入崩盘，类似于日本90年代楼市崩盘的现象。但目前房地产市场陷入成交量萎缩、楼市冰封、地产从业人员失业的局面，这进一步证明越南房地产是外资击鼓传花的游戏。越南本地人无太多资金撑起整个的楼市。今年以来，外资已抛售了1300万亿越南盾的资产，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倍之多。与上文提到的一样，越南制造业产出的大部分利润都掌握在欧美厂商之中。其实细读今年越南的经济来看，越南现在与1991年的日本及1997年的泰国十分相似，同样是对外资开放的速度超过监管速度的通病。自2020年以来，越南为了发展经济，吸引了大量外资的流入，开始大举推行世界工厂计划，这对越南本土来说当然是十分风光的事情。所有越南资产都在短时间内迎来巨大的估值提升，但问题是越南没有核心制造，越南只有廉价的人工，一直以来都是从中国大量进口制造业半成品，再贴牌卖到世界各地。而作为国家占比最大的经济结构，始终处在最后组装的那一步，这就导致越南经济的根基并不牢固。越南人口较少，平均收入不高，内循环无法拉动。一旦美元撤资，越南将有崩盘的风险。随着美联储加息和欧美需求减退，这让很多外资在越南市场撤出，也就酿成现状。但美联储加息未结束前，崩盘危险仍在持续。现在的越南就像1991年日本遇到的情况相似，由于美元的大量撤离，导致居高不下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又像是1997年的泰国一样，美元加息，本国外汇储备不足，汇率被索罗斯等外资做空，无法在汇率市场上抵御汇率的贬值，最终导致本币大幅贬值，从而使得本国的资产被美元收割一轮。而美元资产一直都是这样的操作，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时，向美国央行借钱购入发展中国家，因发展中国家的弹性最高，泡沫最好吹起。在货币政策宽松时，外资大量购入发展中国家时，肯定选择的是该国的核心资产，尤其最好是该国无外资持股上限比例。外资会选择能源、电信、金融、土地相关的资产，这些能够动摇一个国家根本的资源，是外资最喜欢的。所以从放开外资持股比例之后，短期来看，该国所有资产都在大幅上涨，市场上所有人都在一起炒高估值，但最后的结局是核心资源被外资掌控后，
一旦外资选择撤离时候，所有人都在集体撤离。只要外资在开头点火，后面就会有大量的人在跟风。这可以是外资机构不断的唱多，或是媒体不断的利好报道。一旦崩盘开始，资产就会涌现踩踏式的下跌，而外资只需要在足够便宜的时候回过头来抄底买入。但外资要的东西依旧没变，仍是核心资源、电信、金融、土地、能源，因为这些能控制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命脉。但当然，说的那么轻松，实行起来总不会是那么简单。毕竟收割发展中国家的外资也有失手的时候，而接下来越南需要找到的是能帮助他们改变经济结构的国家。在10月，越南阮富仲访华，中越两国签署了13项合作文件，关于经贸交流的备忘录占了大部分，而供应链合作的排名为主。越南目前想通过加强与中国供应链合作，加深中越经贸的合作性，逐步减少欧美市场以及外资的依赖程度，从而将经济结构转型。历史上的日本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案例已说明，极度依赖外资的经济体，最后都逃不过被外资收割的一步，而越南能否避免这惨痛的一步？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让我们打开财富之门，享受美好人生。这里是财富记频道，我是钱老板，感谢订阅、点赞、评论、转发，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